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那这个频道呢是关于产品经理、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相关的频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上一期节目呢，我讲了对我而言有很大影响力的这个心理学理论 MBTI 16型人格分类。那其中呢，我觉得最值得讲的、非常深入的值得讲的就是内向和外向的这个话题。所以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详细讲一下我是怎么认识内向性格的，以及给内向的人的一些建议。首先呢，我先说说看我自己哈。那我呢，作为一个资深的内向型的人，那在我小的时候其实是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小朋友们他们都愿意怎么样，大家一起结伴去吃饭，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吃饭。我到哪儿吃饭我都喜欢一个人。那很多小伙伴喜欢跟很多人一起出去玩，但是我呢很喜欢跟很少的人一起在室内玩，对吧？举个例子，我其实以前觉得很奇怪，我是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吗？为什么我是这样子的呢？自从我了解了 MBTI 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内向和外向性格是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那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做一个小测试，大家觉得内向性格和这些属性是不是有一些关联呢？第一个，内向性格的人一定会非常的害羞，对还是不对？第二个，内向性格的人不擅长演讲，对还是不对？第三，内向性格的人怎么样呀？不喜欢社交，对还是不对？好，那简单的说说看我的想法。那以上3点呢，我觉得都是社会对内向者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认知，或者说是不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呢，内向的人他和害羞与否、擅不擅长演讲与否和擅不擅长和喜不喜欢社交与否，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内向的定义是什么呢？那大家还是参见 MBTI， 对吧？内向性格的人是通过向内来获取能量，而向外的时候，跟人交往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去使用和失去能量的。所以呢，内向性格的人一旦他做了一些这种社交活动的时候呢，他需要怎么样一个人待着来获得更多的能量，来吸取更多的能量，让他拥有更多能量，再可以去对外使用。而且呢，很多的东西作为一个技能来说的话呢，并不是外向和内向的关系。举个例子，我认识非常多优秀的演讲者，因为我以前曾经是 Toastmaster 演讲俱乐部的一员。那很多优秀的演讲人员怎么样呀？都是内向的。你跟他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说话风格就很内向，但是他一到场上怎么样呀？非常的精彩，讲得非常的出色。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是不相关的，就内向性格和这些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其实是不相关的。所以刚才我讲了关于这个技能层面，比如说社交技能，我们讲 networking， 对吧？包括演讲的技能，这些事情呢是完全可以学的。这个没有人天生就是演讲家，没有人天生就是社交家，这些事情呢都是可以去怎么样去学的。那我以前在那个我之前的这个节目里有讲过，对吧？我在读 MBA 的课程，读 MBA 的过程中怎么样呀？一开始社交也很困难，然后逐渐学习到了一些怎么样一些小的这种社交的方式。那演讲也是一样，以后有机会我跟大家做一期我怎么做演讲的、学演讲的这样一个内容吧。因为我曾经在我中学时候曾经非常不擅长演讲，到后来我是怎么成为一个演讲家的？我为什么是能做演讲俱乐部主席，成为这个 Toastmaster 全国演讲比赛前3名等等之类，这是一路怎么走过来的？以后跟大家再讲讲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呢本身的这个特点就是内向性格和这个技能层面的，不管是社交还是演讲，并没有关系。然后呢，我再详细讲一下社交这个事情，因为呢，社交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再内向的人也不可能说我不需要朋友，不需要支持，不需要爱，不需要有自己的社群，不需要自己的圈子。只不过呢，大家在对待社交这个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上不完全一样。还是以我为例子吧，我其实是一个挺喜欢社交的人，但是
你其实并不能经常在各种派对上看到我，因为呢，去参加这种活动会耗费我大量的精力。我刚才讲的内向性格的人是怎么样呀？是通过什么呀？独处获得精力，和人交往呢会怎么样呀？会释放精力，会消耗精力，所以我不一定会去很多这样的地方，但是我会经常活跃在一些别的社交场合，比如说我会是做社群的这样的组织人，会组织一个各种各样的社区，比如说网络社区啊，比如说我是这个 MBA 这个湾区 MBA 社区的群主啊，比如说我组织各种产品经理社区啊，以前我在各个这个 BBI 上做版主啊等等，那可能是在某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社区里面，我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也许我只会活跃在网上，我不一定会在线下跟你表示的非常的活跃，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我可能不会去选择参加那么巨大的活动，比如这个活动怎么样几百人，那也许我怎么样我就不去。但是呢，如果这个活动可能是3-5个人在谁谁家里，或者呢是1对1的2个人，或者3个人4个人吃一个饭，也许我会很喜欢，这样的一些环境可能更适合内向的人去怎么样呀？去社交。那所以说呢，不是说他没有社交的需求，我觉得任何人都有社交的需求，只是说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社交的方法和他的怎么样呀，和他的技能。那他喜欢什么样的社交，他就怎么样社交。如果你是一个内向性格的人，你不要说我一定要和外向性格人一样的社交，你要想想看怎么来做适合你的，让你觉得舒服的社交方式。这个呢，我等一会儿还会详细讲到。那么说到社交呢，内向性格呢有一点呢是他非常追求的，就是他非常追求非常深入的对话。就是我和你对话，或者我和很多对话，我们希望聊的东西呢不仅仅是非常浅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天气呀，比如说吃什么呀等等之类的，我们希望聊一些有一定深度的东西，能够聊到里面去。这种深度的这种信息和这种情感的交换，是对这个内向性格的人非常有吸引力的。那如果这个活动一般是处现在一个这个非常的浅层次的交流上呢，有的时候呢，内向性格的人可能就没有兴趣。那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内向性格的去思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可以产生这种深层次的和人的交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说我自己吧，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也非常非常擅长1对1的沟通。1对1就是我在1对1的环境下非常非常的能聊，而且能够跟人聊到一个非常非常深入的这样一个范围里面去。而如果人多了，比如说这种中国式的饭局，对吧？一个大圆桌上面15个人，或者美国式的饭局，一个大长条上面20个人，我有的时候就不太想聊，我觉得没啥可聊的，因为这种环境你很难跟人聊到非常深入的地方去，都是聊的比较表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如果你也有一样的想法的话呢，你也可以这样做，就是尽量的去创造1对1交流的机会。就尽量去说，能不能约你喝杯咖啡呀？能不能和你吃个饭啊？能不能跟你约一个 one-on-one 的 meeting 啊？就1对1的会议啊，等等，尽量创造1对1的这种方式，能够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对于内向者来说，因为这个时候是你们可以去有更多深入的这样一个交流的一种方式。说到这个，我稍微插一句啊，就是从 networking 角度来说，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去参加一个学校的，或者是别的一个什么社交活动，对吧？你可能会认识一些人，在这种场合呢，你只要做一个怎么样破冰就可以了，就彼此认识一下，交换一下名片，或者是留一个联系方式。你后面呢，很重要的是你还是要跟进一下，就是我可不可以跟你约个电话，我可不可以跟你约个咖啡？这种1对1的方式才是不管是对内向对外向来说，当然对内向是尤其如此，是怎么样呀？特别好的能够跟人拉近关系，能够有非常深入的探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创造很多1对1交流的机会。那么接下来呢，我讲几个我觉得内向性格的人所占有的几大优点。因为内向性格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尤其是在美国，一般被认为呢是不主流的。美国是会被认为75%是外向，25%是内向。而且由于外向的人呢，他们声音比较大，他们比较喜欢说，所以他们的这个在社会上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于是呢，内向性格的人呢，往往会认为自己是比较边缘化的，觉得自己必须要像他们一样才有优点，这个其实是不好的。其实我们内向性格人有很多自己的优点，我们要去发掘。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内向性格的人有非常强的深入思考能力。
很多非常优秀的，就是要把一个事情往深入去想的人，比如说研究员、分析师、产品研发等等，任何需要有深入思考事情的人，都非常的适合怎么样内向性格的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内向性格的人呢，往往同理心非常强 ，empathy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呢，很多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很有同理心的话，你自己不一定会发现啊，你会觉得难道别人不是也有这个吗？不是的，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对于别人的反应、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情感特别的重视、特别敏感、特别容易发现，并不是这样。所以内向性格的人同理心非常强。第三个呢，内向性格的人说的不多，但是听得好，而且观察能力强。因为他不太喜欢经常去讲，因为讲话比较耗费你的能量嘛，对吧？所以呢，他经常会去注意听，然后在听的过程中呢，可以收到很多的信息，然后很多时候是非常好的我们讲收听者 listener， 而且会看，他会去注意观察别人的这样的一些举止，然后同样也可以通过这些观察来收到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接下来呢，我要讲一下这个内向的人在工作中或者在生活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去了解你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以及怎么样呀，你的倾向以及你如何管理你的能量，比如说你一段时间和人交往之后呢，你需要给自己专门留一点时间独自相处，比如说自己休息看本书，或者是怎么样自己一个人独处一下，做一下冥想 meditation， 这样可以帮助你恢复你的能量。刚才讲的，因为内向的人通过独处来获得能量，通过与外界交往而怎么样呀流失能量，去使用能量，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给自己的这个能量和精力的管理啊设置一个非常合理的这样一个安排。第二个，你要去选择适合你的工作环境和工作节奏。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比较在一个自己专注工作的时候，他会去专门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交干扰，然后专注的把一件事情做完。那这种呢，也是非常适合内向性格的人去这样的一个操作。第三个呢，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呢，如果你是比较内向的人呢，而且呢，怎么样，你有某些特别的技能呢，那你去看看是不是有一些独自工作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机会呢，以及呢这样的一些职业，比如说写作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内向性格的人，因为这个事情非常的怎么样呀，非常的独立，你可以独自一个人去完成。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很多非常好的这个视频自媒体，比如 YouTube 上面这些人啊，很多人其实都很内向。你看他在这个屏幕上讲的怎么样呀？非常的这个口若悬河，但是你如果在现实中认识他，你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偏内向性格的人，而且做这个视频博主非常适合内向性格的人，因为这是一个基本上独立制作的事情，就你需要一个人做，你大量时间都是独处的，这个是非常适合你展示你的这个能力，而且怎么样保存你的能量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最后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刚才讲的，要认可自己的优势。那优势是哪几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要理解自己是有优势的，自己不是说只有劣势，有很多优势，你要去用好你的优势，并且认可自己优势。另外一方面呢，不是说没有劣势，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外向性格的人，由于他是通过与外界的交流来获得能量，因此他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哈，这样的朋友哈，参加完一个 party 变得更加兴奋了，再参加下一个 party 就变得更加兴奋。他是那种越参加 party 越是跟人交往他越兴奋的人。那内向性格呢，其实是反过来的。所以那内向的人在某些环境下是有优势，这个我觉得没有关系。那对于内向性格来说，你要去理解自己，那就是说，比如说你首先就你知道自己能量是这样的情况，但这不妨碍你去社交，你可以去社交，比如说你也可以去参加一些吃饭的活动啊，可以参加社交的活动啊。然后呢，你要去容许自己怎么样？我今天如果疲惫了，我就可以回去，我不需要像他们那样，比如说从晚上8点钟玩到12点，也许我在8点钟玩到10点我就回去，没有关系。我只要觉得我的疲惫了，我就可以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选择，让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是过得最舒服为好。最后呢，跟他讲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学到这个事情的。除了我之前讲的 MBTI 这个事之外呢，还有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刚才讲的很多内容呢，也是来自于那本书，叫什么呢？叫内向者优势。The Introvert Advantage。这是一本很老的书，但是对我个人影响很大，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一读，也怎么样推荐给你看。
这本书呢写的非常非常的温暖，对内向性格来说呢，不仅仅是一种了解，而且是怎么样呀？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和这种抚慰，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本书《内向者优势》。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希望对于不管你是内向还是外向的人都有帮助。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呢，请在留言区告诉我。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和我们内容的话呢，请记得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